我前天晚上我必须去抓蟑螂，蛮疯狂的。跟未婚夫一起创业，不怕吗？你们怎么知道他是我的未婚夫？我就觉得哇，这个 Just Keep Thinking 在影响我跟我的未婚夫的感情。Hello， 大家好，我的名字是曼晶，我是名为 Just Keep Thinking 的科学和大自然频道的联合创办人。今天我来挑战黑卡基的快问快答，用3个词来形容自己。充满精神，充满热情，还有一点疯狂。为什么会叫 BioGirl？因为觉得好笑，所以就用嘛。因为我本来就是很喜欢科学啊，说起来的时候也挺顺口的，所以就一直留到现在。为什么不是 Physics Girl？ 我不喜欢 physics。还不错，我也是有读 physics， 可是我就对生物比较感兴趣。BioGirl个是比较适合。怎么想到这个 outfit 的？那我喜欢黄色嘛，我觉得黄色就是很开朗、阳光灿烂的颜色，然后就找到一个这个黄色有白色斑点的衣服，就觉得我可以开始穿吧。那个 vibe 就是很开心的样子，所以就一直穿到现在。粉丝认得出你吗？其实，在外面如果出去拍的话，我必须穿我的那个衣服，还有这个眼镜的话，他们其实认识尤其小孩子他会跑来说BioGirl MJ。可是当我把我的眼镜摘下来的话，他们就认不出了，就很难，因为觉得看起来有点不同。你是个艺人吗？我是超艺，可是像很多艺的人，社会电池用完的时候，我不想跟人家讲话，我想跟动物讲话。每次跟哪一个动物讲话？我有一个猫的宠物，它叫阔蒂，对，因为我跟我的未婚夫想养一只猫，那找到一个他们好像他有几只小的猫咪，他就说，我可以给你一只，所以我们就挑了。Cody， 她小时候看起来真的有点丑，可是现在她是个大美女。可是 Cody 也不理我，我就是跟她乱耶就可以了。那最后一次哭是什么时候？如果我讲了我哭了怎么办？昨天我是哭了一场，因为最近我住的地方有个很可爱的社区猫。可是它已经不见了，差不多要1个月。我本来是每个星期2、3次，我会陪它1个小时啊，跟它走来走去。可是我一叫它就会出来。可是我最近几个月都挺忙的，我没有时间去找它。前1个星期我找它的时候，它又不在。那我去问人的时候，我就发现它已经失去了1个月。那我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我觉得应该是不幸的事吧，所以那我就感到很内疚，因为我几个月都没有看他了。小时候的梦想是什么？这个很特别，我本来是想读古埃及学家，就是读那种古埃及的人，他们会去寻找那种金字塔去挖那个木乃伊出来，我觉得很酷如果可以找到一个丧失多年的木乃伊，把它挖出来，哇！可是我的父母说，我长大之后全部的木乃伊都挖出来了，所以没有东西挖。但为什么叫 Just Keep Thinking？ 哇，那个名字好像我们一直想了很久我们想了各种各样的名字，所以有 Science Pop 啦，很多怪怪的名字，可是就是没有那种 Star Power。我就跟我的联合创办人说，想啊想，就一直想，所以 Just Keep Thinking，不错的名字。所以如果接下来的话，不一定要是科学的频道也可以，我们可以做个历史的啊。所以 Just Keep Thinking 是个很好的名字。跟未婚夫一起创业，不怕吗？你们怎么知道他是我的未婚夫？你们 CSI 调查的很厉害。其实还可以因为本来开始做制造视频的时候没想那么多，没想到要把它做成生意这样子，所以是为了好玩嘛，所以我们才一起做。越多越大的时候就开始觉得哇，真的有点难。很多人说这是大忌，可是我觉得是可以做到的。如果成功的话，也是有很多好处。我自己本身也看到很多情侣是一起工作一起拼，最关键的就是要把我们的角色分得很清楚，所以他有他的擅长，我有我的擅长，我们就各自专注我们的擅长，还有不要就是越界彼此。如果你在工作上有些不满的话，回去的时候你会把这些情绪都带去你的私人生活。我们就决定，如果有什么不满的话，我们一定要赶快的去解决，也要相信彼此会为公司做出最好的决定。那谁比较聪明啊？2个都聪明啊，是他对那个社交媒体的知识会比较多，可是我是注重是关于环保或是环境还有生物的知识比较了解。未婚夫 Ray 是怎么认识的？其实也不是什么浪漫的故事，是我们就是有个共同朋友，他有开个派对嘛，他就约了大家。
那我去的时候，很多人我都不认识，所以我就有点尴尬，所以我就躲在一旁，就在那边一个人待着。那 Ray 看到的时候，他就可能觉得我比较孤独，所以他就过来陪我，就跟我聊天。那谁先告白的？这个很搞笑，没有人告白他就自动以为我们是在一起了。那我觉得就在一起了大概1-2个月，我就问他，你为什么没有问我？你为什么没有告白？他说，那我们不是在一起了吗？最后没有人告白，我们就自动的 together。Then Ray 做过最浪漫的事情是什么？他是做了很多，就是我们还在约会的时候，还没正式的在一起的时候，我有一次生病了，可是我们还去约去看电影。去看电影之前，我就说，让我去改天去买一些药。他说，不要买，因为他从包里拿出一个很大的一个像 care package 这样子，里面很多各种各样的药啊，还有糖果之类。我真的有被感动，就当时觉得 OK， 这个男的不错，绿灯。未婚夫是怎么跟你求婚的？他就说，我们要拍一个企鹅的视频，所以我必须准备一下，那我要穿一个黑色的裙子，是因为企鹅是黑白吗？所以要跟他一起穿的配一点。所以他用这个做视频的一个借口来求婚。拍时候的中间，他就突然就跪下来跟我求婚。所以整个视频你可以去 YouTube 找。Ray just keep thinking 做过最疯狂的事。这是很久以前，好像我们的第4个视频吧，那种 long form 的，因为我们的视频是要讲是有跟蟑螂有关的一个课题。的题目，所以我前天晚上我必须去抓蟑螂，所以我跑去我祖屋楼下，就食物中心后面，这边有很多垃圾，有点脏，然后就在那边去抓那个蟑螂啊，去追那个蟑螂，所以那个想起来现在哇，那个有点蛮疯狂的。每天看科学的东西，那你相信鬼吗？是相信，因为我觉得这是2个不同的事你可以是科学的人，可是你也可以相信鬼。那你怕鬼吗？还 OK因为我小时候我去那种 haunted house， 我根本就不怕我会 pet 那个鬼说加油，你还有2个小时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如果碰到真的鬼的话，应该 OK 吧。我的爸爸说，如果碰到真的鬼，一定要问多 number， 所以可以中奖。人生最低谷是什么时候？初中的时候，我一直以来都是我婆婆照顾我，对吗？那我跟我婆婆很亲，可是当时她就开始生病，还有那个失智症，对，就是他开始忘记很多东西。那当时我的父母也不是住在新加坡，他们是住在国外，所以照顾他的责任就落在我的身上。那当时我还要准备考试，对吗？我还要读书，所以就压力就变得很大。那当时的家庭的经济情况也是不是很好，所以我也必须在周末的时候我会去打工，所以又要打工又要读书又要照顾我的婆婆，就真的很有压力。看见我的婆婆慢慢的失去她的记忆，真的很痛苦。那时期真的是我最痛苦的时期。有没有想过放弃 Just keep thinking？ 有几次，就是吵架的时候，我就觉得哇，这个 Just keep thinking 在影响我跟我的未婚夫的感情。我觉得不值得，可是最后我们解决的时候，就还是一直创作下去。现在还没有我觉得我可以一直做下去，可是未来我就不知道了，有可能吧。为什么最初会选择转行？当时我还在教书，我是个科学老师，所以开始做视频的时候，就因为是好玩嘛，瞎做呗。可是就越做越大，越做越多的时候，就觉得很累，因为白天要工作，那晚上要写剧本。那周末又要拍，所以我的生活就是一直这样子。那我们说到我们第一个项目，就是他们付钱的一个项目，我就可以赚钱的，所以我就等到有更多的 client 过来的时候，我就决定是个好的时间去转行，因为我觉得这个教育这一行会永远存在的。我想回去的时候，我应该很容易我可以回去，可是制造可以属于我的一个公司的话，这个机会很难得。如果我现在不做的话，我可能就会失去这个机会。最难听的 hate comment 是什么？不怎么记得，可是我有一个很搞笑的一个 comment， 我可以 share 给大家。很久以前我收到一个私人的讯息，就是好像是一个 boomer， 他发给我，他说你在户外，你皮肤都晒黑了，对女生来说是不好看。那我就觉得哇，这个很大胆在这种时代还敢说这种话，所以我把这个东西截图下来公开在我的 IG Story， 可是我把他名字擦了，就想用这件事来教育大家说，不应该用人家的皮肤颜色来歧视别人。看过最温馨的 comment？ 有一个女孩子，她叫脑米，她在5年级的时候，我是第一次认识她，因为她就看我的视频，她也参加过我的活动。那
他学到了那么多知识的时候，他给我一个讯息，他说，他在自己的小学里，开了自己的一个 nature club，然后我就觉得哇，那是我第一次发现，我们的视频可以像 inspire 很多小孩子做自己的事情，为环境出一份力，所以那个是我会永远记得。最想做什么 content， 但是还没有做？我最想做历史的，因为最近我去中国旅游回来，那我就学到很多像历史的。中国最后的皇帝，right？ 他是婴儿的时候他就变成皇帝，然后觉得很有趣。我想，可是因为 Just Kidding 是个比较科学性的一个频道，所以还没有想到如何来拍这个视频，讲这个故事出来。最喜欢在新加坡哪里 explore？ 最喜欢在我们的潮间带，我是喜欢读海洋生物的，我也做很多像 tours。在朝鲜带很多家庭去看各种各样的海洋生物。对，新加坡有各种各样的野生动物，我们的生物多样性有很多，所以如果你来我们的 Nature World 的话，我保证你会看到令你震撼的一幕。在 Nature World 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让你很愤怒的事情？所以最近的这几年来，有很多人喜欢到海里去赶海，可能是在社交媒体上的一个 trend 这样子，所以他们去潮间带的时候会用筒子和夹子去抓很多各种各样的海洋生物，然后很多人就把他们带回家。热爱生物的一个人，宣传要保护动物的一个人呢，这样子对我来说是不对的事。可是也相信，就是很多这些家庭，他们可能就不知道吧，是不应该带回家，或者是带回家是会把动物弄死。他们可能没有受到这种教育过，所以我会比较有耐心的一个一个的去每个家庭去劝他们把动物给放回海里。接触大自然的时候，我们应该多注意什么？大部分动物是不能动的，尤其是陆地上的动物。海里的动物的话，如果不认识的话，也千万不要动它，因为有个螺，它叫 cone snail， 它是可以杀人的。它下面它有一个刺，对吗？如果它觉得危险的话，他们会把那个刺伸出来。那如果碰到的话，它会有inject 一种毒，那个可以死人的，所以你要小心点。有没有环保 tips？ 如果你看你的柜子里的话，你的衣服是有很多，所以请你不要再买新的衣服了。不一定是新年要有新衣，你再重用你衣服，没有人会记得。没有人管，没有人记得。我已经连续4年都穿同样的新年衣服，就是同样的红色裙子。衣服对环境来说真的造成的伤害很大，所以如果可以不买新的衣服的话是好事。对，接下来有什么 exciting project 可以期待吗？我们3月或4月份的时候，会宣布一个很大的项目，我们是筹备了，用1年的时间去筹备，所以要期待一下。还有我们有打算推出更多不同系列的内容尤其是华文的内容。在假期里，我也会推出更多的活动，就是比较有科学性，是给孩子们开的活动。所以，家人你都可以把你的孩子推给我们。谢谢大家的收看。如果喜欢这个视频的话，可以点赞、订阅或分享。拜拜。